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欢迎收看《主望云霄》。F-35被苏30锁定，意大利飞行员崩溃，说明什么问题？在爱沙尼亚附近的国际空域发生了一次有趣的空中拦截事件，一架俄罗斯的苏30 SM 战斗机和两架意大利空军的 F-35A 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进行了一场近距离接触。视频显示，俄罗斯的苏30 SM 战斗机似乎携带有红外制导的 R-27TET 空导弹，以苏30有代差优势的 F-35在意大利飞行员手里变成了烧火棍儿，这不是战争状态。那么一旦是双方发生空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 F-35被苏30锁定，很可能美国造的 F-35战斗机被苏30击落。苏30怎么会跑到 F-35战斗机的后侧方？是因为苏30的雷达非常先进，远远的就发现了 F-35，于是跑到它的后侧方吗？其实情况没有那么简单。苏30是否真的能够对付隐身战机？这个呢，实际上是存疑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这两架 F-35当时的活动主要是跟踪俄罗斯的一架大型运输机。那么这架大型运输机发现被意大利的 F-35跟踪之后呢，通知了俄罗斯空天军。于是呢，俄罗斯空天军呢派出了苏30重型战斗机飞赴这个海域的上空。最终呢，找到了这两架 F-35，并且呢，成功的站位，从而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并不是说这个隐身战机远远的就被苏30锁定了，是因为这架苏30知道这两架隐身战机的所在，因为他们当时正在跟踪俄罗斯的飞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他们就比较容易了。如果双方在空中进行活动，苏30要想远距离的找到战略并且占据有利的阵位，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 F-35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大概在0.01平方米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苏30本身的雷达探测距离大概也就是100公里多一点。那么要想在空中打开雷达搜索跟踪到 F-35，恐怕这个距离会大幅度的缩短到20公里左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苏30并不一定能够占优甚至呢有可能被这两架 F-35战斗机中的一架呢提前发现。因为一般来讲，隐身战机的出航执行军事任务往往是成双成对的。单架隐身战机如果在空中进行巡逻，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般来讲，单机不能开雷达，因为你一旦打开雷达，就有可能被对手发现你的所在。往往美国空军还是欧洲空军的隐身战机，在编队出航的情况下，一般是一架隐身战机开机，一架隐身战机不开机。那么开机的这架雷达恐怕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是它可以把搜索到的情报信息通过数据链传递给另外一架静默飞行的 F-35，这样的话，它就有可能在空战场上取得相应的优势。那么，通过大量的模拟空战，已经表明这种作战方式是比较有效的。那么，不管是第3代战斗机还是第4代的拥有隐身能力的战斗机，主要是靠它的站位以及迅速掉头的能力，以便取得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的优势。如果他发现了敌方的飞机，在哪个站位最合适呢？从美军的模拟空战的情况看，它往往还是采取从一战到现在延续的一个基本战法，就是飞到敌方的后侧方或者是后上方，对敌机呢发动攻击。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下，攻击方是主动的，而被攻击方是被动的，因为他们所携带的武器不可能向后发射。因此这样的一个战法可以说延续了100年，至今都有效。这次在波罗的海上空所发生的这个双方危险接近，不是 F-35占据了有利阵位，而是苏30占据了有利阵位。显然这个情况呢是不一样的，是因为苏30在起飞之前已经知道了 F-35他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在俄罗斯的那架大型运输机的附近，因此很容易找到目标，并且跟踪监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F-35处在了
被动的位置。因此，驾驶 F-35A 的这2名意大利飞行员发生了恐慌，因为他们已经被绞尾了，被锁定了。如果双方发生空战，那么很可能这些处于被动地位的 F-35战斗机就会被击落。这样的一个态势对意大利飞行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呢，这有一名意大利的飞行员还痛哭流涕认为活不成了。这2架惊慌失措的 F-35战斗机的飞行员驾机返航之后，迅速被停飞进行调查。意大利飞行员的表现确实是太让人失望，他们的心理素质、技术能力都表现得相当的差。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停飞也是合情合理的。显然，武器装备的水平会影响到战斗力，而最关键的还是驾驶先进战机的飞行员。如果这些飞行员心理素质、技术能力非常差，那么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先进武器，必然会在未来的战争中败北。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